所谓的肌肉熊出的这款塔恩，盒子其实没啥可讲，就一大牛皮纸盒子，上面就写俩 TN。之前其实我馋这个塔恩很久了，塔恩结果呢长得飞起，配件里边还会带一个战损的面雕，因为是 KO 铁骑桥那版嘛，所以它不会说特点也给你另外的卖了，这回直接带在盒子里边了。两个大音箱，地台我不打算支了，太占地儿了。主要还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回做的这个素质咋样吧。然后我个人感觉啊，以一个 KO 版的成品机甲来说，做的还不错。首先这个质感我是比较满足了，该用合金的用合金，而且在造型方面嘛，就是照着那个铁骑巧的那个来的，没有什么太多省略的地方，基本上和原作一模一样吧。剩下的一些细节嘛，可能就是因为漆面的颜色的色阶问题啊，跟原版还是有一些不太相似的，比如说粉红色这些地方啊，我觉得比正版的那个调的要稍微的浅一点儿。然后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正版的时候是一个塑料件啊，好像听说还挺容易断的。KO 的这回里边换成了一个合金的骨架，可能就结实了更多吧。然后我也把电池装上了，开开以后看看效果。上下的电池其实型号是不一样的，上边这里装2节 LR41， 腿上这里抠开，这地方装2节 LR621。我听说有很多朋友这个灯中奖啊，灯有不亮的，我还好，我这些装上以后试了一下都能亮，稍微往暗调一点。然后就是感觉这些灯的地方啊，没有正版的那个朦胧感，这个灯会特别的亮。然后因为是特点版嘛，我们这回也可以把这些东西换一下。嘿，哎，把背包摘掉吧，摘掉好换。后边这2个背炮是可以拉长的。然后我们把这2个音箱包换上，左右是有方向的，注意一下这个位置。哎，这次折叠插上，也挺好看。说白了，这个东西摆在那儿，挺香的就行了。然后其实它开盒的时候是不带这个面雕的，哎呀，插的还挺紧。我试着把它抠一下，很危险。这个面雕很尖锐啊，把玩的时候拆的时候小心一些。可能很多人吐槽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这颗脑袋了，尤其你摘掉面具以后，这里边的这张脸，它在脸上这疤痕刻画的其实和正版是不太一样的。正版这个地方毁容的部分啊，其实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我觉得见仁见智吧，有的或许会喜欢这个呢，但还是那句话，你花的就是一个盗版的钱，别想着跟正版去一拼高下，除非它是孩之宝。效果大概是这样吧，我就不插到底了，我担心一会儿会不太好抠下来。脸上也有3道抓痕，也有涂装，效果还不错吧，包括一些涂装的地方细致刻画、纹路、透明件、漆，就是说这个粉红色的漆和正版的色泽是有一些插入，就是一些区别的吧。履带涂的很好看啊，包括我们从腋下这里可以看到里边的合金件，这个地方是有更换掉的，而且整体来说拿起来很有分量，很重。它的关节紧实程度紧到什么情况呢？我这么拿，大家就能看到这个关节有多紧，包括这么拿着它的脚踝，看看膝盖的这个关节有多紧。所以说到底紧好还是松好呢？我觉得因人而异吧。有人喜欢紧啊，摆在那里反正不会松掉，有的人说太紧了就不方便把玩了，就看个人需求吧。倒是它这些关节里边也有上润滑油，不是那种硬磨的。而且其实铁技巧的东西我更喜欢的是它这种联动感。它每次在做这些膝盖折叠的时候，哇，看这块都折不动，哇，踢得很高。而且这一块的紧实程度完全没有问题，联动的细节这些都有，还不错，真的还不错，相当可以，很漂亮。肩炮也可以架在肩膀上挪到前方来，效果也是挺好看的。然后臂炮其实还可以有2种的搭载方式啊，这块可以折起来，另外还会有一个臂夹，把这块其中的一个摘掉，扣起来。
后边这里的这个扣子里也有弹簧啊，弹簧读孔，直接插就好。左右双臂炮，这样的形式。哎呀，其实这样搭载的效果也挺好看的嘛。扛一根大火箭筒 ，RPG， 右小腿松不松啊？还行吧。看，都很紧，没有什么出现松动的现象。我觉得每一个轴都可紧了，这个品质我觉得可以了。700来块钱。买一个这么大的合金的骨架的弹，虽然它不会变形吧，但成品合金圈子的，尤其铁技巧的东西，价位有目共睹的。反正这东西买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嘛。我记得这弹出过一个电镀版、指纹收集器版，特漂亮。但回头看一下那个电镀版的价格，那更夸张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回头看一看肌肉熊的这个，哎，感觉价格还不错啊。肌肉熊的弹基本上就是这样了，而素质我觉得完全可以，对于这个价格来说非常的不错了。再加上这种紧实的关节啊，我个人来说紧一点嘛，反正摆在那里它不会松松垮垮的，起码够了。我都不会去多摆什么造型，摆在这里有一个造型看看就挺好了嘛，很满足，很满意的一款产品。虽然说晚了一点吧，也是刚到货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700-800块钱的价格可很香了，很不错。那么这款就是这样吧，稍微的把玩了几下，给我感觉这一回无论是这些卡扣的地方，还有这关节的地方，都比以前铁技巧的一些产品要紧很多，可能这也是 KO 主要的一个手感原因之一吧。造型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就是漆上面的问题，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关节的松紧度的问题。该有联动的地方也做了相应的联动，甚至更换了一些材质以后，我觉得这个肩膀会更加的结实一点点。左右这里，哎呀，也好紧啊。这个裙甲也是可以跟这么炸开的，你在扭腰的时候。一出来，这个弹的价格就基本上开始逐步的往上炒了。我记得当时我在看的时候，这个弹已经涨到了3000多，后来听说有涨到6000、7000的，那当然只是一个有价无市的现象了。后来再版的时候，可能价格也下来了一些啊，但基本上还是处在2000多的一个水准吧。这回这个肌肉熊的这一款啊，730块左右的价格，我觉得吧，我这么形容吧，如果说在魔玩领域没有 KO 比正版做的强的，你无论说高达也好，成品合金的这些东西啊，包括一些其他的产业方面，比如说 Figma 啦、SHF 啦，几乎不会出现盗版比正版强的素质啊，包括一些什么乐高积木的这些东西，海之宝是个例外啊。我觉得这些朋友们就是一看变形金刚的题材就觉得习以为常了啊，正版的肯定盗版做出来必须得比正版的好，但别忘了它也是千纸链做的。所以呢，买盗版就要有一颗买盗版的觉悟的心啊！你花700-800块钱，你想要达到一个2-3千块钱的完美的素质来一模一样的话，我觉得本身这个初衷和想法就是不对的。是因为正版的价格太高了，所以用盗版的来作为一个替代品，而不是说我花700-800的一个，我必须得超越一个2-3千的，那也不公平啊！所以说还是那句话，除了海之宝，我没发现其他哪个魔玩厂子盗版有比正版强的现象。一分价钱真的就是一分货。包括咱们说今天我玩了一下这个肌肉熊的弹啊，各方面的素质来说，如果说是一个700-800块钱的成品玩具，一个成品的机甲机器人这样的一个题材，它在工艺方面做的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，哎，挺可以，各方面的性价比也挺好。但你要说超越原作嘛，我肯定是做不到的。
无论是色彩的搭配啦，还有在一些关节松紧度啊、把玩上面的一些享受感来说，起码这个地方改的挺好的啊，胳膊这块不会裂了，而且在一些紧实了以后嘛，它会蹲姿了什么的，支撑的性会比较好一些。但真要说起来，你要放一块对比啊，正版和盗版对比的话，多多少少还是有区别的。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不是这些国产厂子好，是因为还是保刺。咱们把这个主次顺序得弄清楚啊。翻回来再看这些合金成品的时候，我那会儿说铅直链也好，铁基桥也好，人本身玩具素质不差，它的问题出在哪？出在贵。你是因为铁基桥的东西贵，买这个东西你图的是一个性价比。所以呢，对于这款产品来说，我觉得我个人反正700-800块钱，对于它的素质我很满意了。它能满足我啊，没有买那个特别贵的那个3-4千版本、2-3千版本的塔岸的一种满足啊，摆那看看我心里可以了。但你真要说它有什么收藏价值，或者说它必须得做的和正版一样好，甚至超越正版，那不存在。只是因为价钱的原因，再加上倒爷炒货的原因吧，让这款塔岸在市面上价格已经水涨船高了。所以这一回呢，肌肉熊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呢，对于一款成品玩具的素质来说，已经过去7-8了，还可以，性价比完全可以。当然你要抱着一个我就是买盗版的心态去的，而不是说我非要超越正版，没有必要啊。除了孩之宝的东西，没有必要这样去考虑。